频率改变的第一步是停止自我否定。你或许已经听过无数次，你的频率会吸引你的现实。你也可能试过各种方法，冥想、写愿望清单、视觉化未来，但你仍然感觉好像有一堵看不见的墙隔绝了你和真正想要的生活。你努力调整，却总是回到原点。你告诉自己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够？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是不是我根本没有资格显化？但真相是，频率改变的第一步不是做更多，不是更努力，而是停止自我否定。自我否定像是一种隐形的噪音，不管你怎么呼唤愿望，它都在背景里不断播放。你不配，你不行，你没有资格。于是你口里说着我想要，能量却传递着我不值得。宇宙回应的永远是能量，而不是语言。心理学告诉我们，自我否定往往来自早年的经验，来自那些被忽略的时刻，来自那些被批评的眼神，来自那些被比较的经历。久而久之，你把这些声音变成了自我定义，你以为他们就是你，却忘了那只是别人投射到你身上的影子。神经科学的研究也显示，当我们长期自我否定，大脑的神经网络会强化这种模式，让它成为自动化反应。于是每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，想要靠近新的可能，否定的声音就会立刻冒出来，拉住你，让你退回原点。这不是因为你真的不行，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否定。吸引力法则提醒我们，宇宙不会替你判断真伪，它只回应你的震动。当你持续自我否定，你的震动就是拒绝，就是匮乏，就是缺乏自爱。于是宇宙回应的自然就是更多让你怀疑自己的经历，不是因为你被惩罚，而是因为你在用能量下命令。所以频率改变的第一步不是去努力追求更多，而是开始学会对自己说，我足够，我值得，我可以承接我想要的。这并不是自欺欺人，而是一种新的选择，一种新的练习。你可以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，当你想要否定自己时，停下来，深呼吸，换一个说法。虽然我还在学习，但我正在进步。虽然我还不完美，但我依然值得爱。虽然我还没达成，但我正在靠近。这些新的话语会一点一滴重塑你的神经连结，会一点一滴改变你的振动。请记得，自我否定不会带来成长，它只会带来停滞。真正的成长来自自我接纳。当你愿意接纳自己，频率自然会上升，因为你不再与自己对抗，你不再消耗能量在怀疑里，你把能量释放出来，去对齐你真正的渴望。或许你会问，停止自我否定之后，我的愿望就会立刻实现吗？不显化不是立刻兑现的清单，显化是一个对齐的过程。但当你停止否定，你就已经开始改变，你开始发出新的震动，宇宙就会开始回应新的线索、新的机会、新的连结，而这些会一点一滴带你走向真实的愿景。频率改变的第一步是停止自我否定，因为当你愿意相信自己，愿意尊重自己，愿意爱自己，你就已经在最深的层次改变了能量的方向。那一刻，你的显化就已经开始。没有目标的日子，也是在创造未来。你以为那些没有清晰方向的日子是浪费的，是停滞不前的，是别人等你准备好的时刻。你以为没有目标的时候就是迷路的时候，可是灵魂知道，在那些不必拼命往前的时刻里，其实是在孕育种子，是在释放压力，是在让自我重新呼吸。有一段时间，你每天都问自己，我还在正确的路上吗？于是你设定目标，给自己 deadline， 给自己高标准，逼自己一定要成果。你忙得像一条没得喘息的鱼，心里却常被焦虑压得喘不上来。某一天，你醒得特别早，阳光斜进窗帘的缝隙里，你不急着去做任何计划，只是坐在床边，听听自己心跳的频率，听听过去那些目标怎么让你疲惫，听听你其实渴望的是什么样的平静，是什么样的存在感。那一天，你没有定目标，你没有对自己要求什么，你让时间慢下来，让生活里的空白成为你的呼吸空间，让内心的疑问有机会浮现。我是不是一直在追别人和世界期待的目标，忘了问我自己真的想走的路？
没有目标的日子，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懒，是不是没方向，是不是被落后。你可能会害怕别人看你怎么这样过日子，害怕被说你放弃了，害怕别人失望。但那一天，你在没有目标的状态里，你看见了世界的细节，你看见阳光落在茶杯的边缘，你听见风吹过树叶的声音，你感受到呼吸流过身体的温度，你感受到了渴望被爱的温柔，渴望被听见的脆弱，渴望被理解的渴望。那些细微的感受，是一切目标之前的种子，是一切未来丰盛的根基。你在没有目标的日子里，并未停止生长，即使你看不到方向，即使你还不能预见成果，你的静默与等待，也在创造未来的宇宙场。你渐渐明白，目标固然能给你方向与动力，但如果每一天你都为了达成某件具体的事而活，心就渐渐被压得僵硬，灵魂就渐渐忘了怎么纯粹喜欢一个日落，喜欢一杯清水的甘甜，喜欢一段沉默的陪伴，喜欢那种不为表现，只为存在的自在。像那一天你去散步，没有目的地，没有音乐，没有耳机，只是让脚步随意，让街道引你走，让风带你转弯，让眼睛停留在一扇窗，一块石头，一只猫的尾巴甩动的样子，你脸上自然浮起微笑，没有期待，没有要成为什么样子，只是那个活着的你，在纯粹的感受日子的味道。你或许会觉得这样的日子不被看重，你或许会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有个计划，你应该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心生焦虑，但你也渐渐学会，这样的焦虑其实是一种提醒，提醒你去放下别人的时间表，放下别人的节奏，放下别人的期待，回到自己的节奏，找到自己的声音。在这样的一天又一天里，种子在内心里悄悄发芽，你开始注意哪些时刻你心跳加速，哪些话语你听了会感受到共振，哪些方向让你想要付出，那种付出的喜悦，而不是被要求的劳累。你开始认识，你真正在意的，不是目标完成的成就感，而是每日生活中被爱、被理解、被看见、被尊重、被自由感包围的那种状态。没有目标的日子，你给自己迷路的权利，给自己不知道的空间，给自己陷入迷惘的时刻，因为你明白，迷路不是终点，迷路是通向真实的必经过程。你不必着急写下一张雄心壮志的计划表，不必急着承诺自己18岁前达到什么，30岁前实现什么。你可以先允许自己不知道方向，允许自己彷徨，许多问题还没有答案，允许自己脚步慢一点，允许自己在羡慕别人时，也不以为自己输了。在这样的无目标状态里，你开始检视那些被你遗落的自己，那些你曾经热爱却被责任或评价压抑的梦想，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旅行、绘画、写诗、跳舞，跟老朋友在夜里聊天。你开始慢慢回忆，也许你还没做，但你想起那种梦想带给你的光。你开始听见内在的声音说，我好像想画画，我好像想试试看写小说，我想去那个城市，哪怕只是短暂的停留。那些声音曾被你批评为不实际，被你压抑为浪费时间，被你推入日程的边缘，但在没有目标的日子里，它们好像慢慢清澈起来，静静地在你心里呼唤。当你终于听见那声音，当你对自己说，也许我想那样过生活，你并不需要马上付诸巨大的行动，你只需要承认，你值得梦想，你值得在日子里种想象，你值得让灵魂有空间呼吸。那样的承认，就是你创造未来的时刻。因为梦想与未来其实是同时存在的，未来不是遥远的某个结果，
而是一条你每天都在走的路，是一条由你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放下紧张，每一次听见内在声音的片段拼凑出来的模样。你开始察觉，虽然你没有明确的目标，你仍然在创造，你在创造感受被爱的能力，创造自我理解的能力，创造心里能够安放渴望的空间，创造让未来愿望有根有土，有喂养的土壤。未来的你会回望这些没有目标的日子，会看见那些你以为什么都没做的时刻，其实在帮助你稳定，在帮助你疗愈，在帮助你认清愿望最初的声音。未来的你会说，谢谢那段我不懂方向的时期，谢谢那段我敢在空白中等待，不急着果断，不怕被别人看笑话的日子，因为那些日子教会我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。那些日子教会你，人生不只是一条直线，也不只是由目标构成的拼图，还有灵魂的缝隙，日常的光影，感受的重量与柔软，渴望的震动。现在，你可以在每一天告诉自己，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但我愿意在每天静静地听见自己的心跳。虽然我没有明确计划，但我愿意珍惜这无目标的光阴。这样的光阴不是停滞，它是一场内在的旅行，是灵魂在地图上画出自己的版图，哪怕笔触不整齐，哪怕路线曲折，哪怕看起来像回头，那都是对未来的创造。这些日子，没有目标的日子，是你正在给愿望累积能量的日子，是你正在把生命的根植于内在的土地，是你正在塑造你的频率。让那些未来降临时，宇宙看见你已经准备好，风景就为你慢慢展。练习脆弱是提升显化能量的关键。你可能从未想过，脆弱并不是弱点，而是你灵魂的门扉悄悄开启的那一刻。当你的肩膀硬得满是防御，你笑得像雕像，你说话像你不怕受伤，你以为这样就安全。可是在深夜里，当灯光昏暗，心跳加速，你发现自己其实很渴望被抱紧，渴望有人能看见你破碎的缝隙，渴望有人能不需要你伪装完美还愿意陪你。那渴望是你脆弱还未被允许的声音，它在你说我没事的时候颤抖，它在你极力装强的时候偷偷掉泪，它在你怕被拒绝，不想让人看见恐惧和不安的挣扎里唱歌。你一直认为要让自己坚强、坚固、无懈可击，才能显化愿望，才能被爱，才能被看见。可是在这条路上，你发现你越筑墙遮蔽，越是感觉自己被隔绝，越是感觉愿望远了，光亮暗淡了，心冷了。练习脆弱，就是练习把那些墙拆一块又一块，哪怕只是露出小小的裂缝，哪怕让某人看见你微小的恐惧，哪怕你不知道结果会不会让你受伤。你试着对某人说出你害怕冒险的那件事，你试着告诉自己，我真的不确定未来会怎么样。你试着让泪水顺着脸颊流下，不擦不藏，让心里那个需要被爱、被理解、被安慰的小孩被看见。在你练习脆弱的瞬间，你的能量场开始有空隙，开始松动，因为你不再用假面的坚强压抑自己，你让真实有了活着的空间。那空间很微小，可能是一句话，可能是一个抱抱，可能是一个愿意让自己休息的夜晚，可能是一个你对自己说我不需要一直装强的片刻。每次你让自己脆弱，你就让愿望的种子有机会落地，因为愿望不是来自做出完美的表演，它来自你灵魂要求被完整的呼唤。灵魂想要被听见，被接住，被承认全部的你，包括你羞涩、恐惧、迷惘、渴望的那些片段。练习脆弱也意味着你放下如果我被看见了，我会被拒绝的恐惧。你开始明白，可能有人会不懂你，
可能有人会走开，可能有人会误会，但你依然选择亮出自己，因为你知道，不亮出来的那部分，才是阻挡愿望到来的墙。每一步脆弱都是能量的修复，都是你与自己和解的旅程。你放下战斗模式，放下假装一切都好，放下把自己缩小以避免被攻击的习惯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一次次练习脆弱时，你不再害怕孤单，因为你学会自己陪自己；你不再过度解释，因为你信任真实的人会理解或者至少尊重你的真实；你不再压抑渴望，因为你知道有些愿望只有在你勇敢许出声音，它们才会被宇宙听见。愿望的实现不只是来自行动与计划，更来自你能不能在没有保证的时刻敞开心，让宇宙感受你的真心，能不能让自己软弱，也能被世界温柔接住。你的频率就会因为你的脆弱而改变，它不再是用外在标准构筑的高频假象，而是你内在诚实、真诚、脆弱与坚持共存的共鸣。你会渐渐吸引那些愿意看见你全部的人与事，那些不怕你哭的人，那些愿意陪你在混乱里仍然对齐光亮的人，那些理解你的恐惧与渴望的人，那些不求你完美，却求你真实的人。你会发现，你的愿望落地的方式变得柔软，却也坚定。你不再因为达不到某个外在的模样就失去信心，你开始学会在渴望中呼吸，在失败中学习，在被拒绝中还能保持爱自己的信念，因为你的价值不再建筑在别人同意或成就的高楼上，而是存在于你向自己承认脆弱的那一刻。那种承认脆弱的瞬间，可能很短，可能很微弱，可能只是你在镜子前对自己说，我不完美，这样也可以，可能只是你给自己一个放声痛哭的夜晚，而不强作坚强，可能只是你在关系中说出我害怕你离开，而不是强忍。越多次你这样做，你内在的防御越来越松，你的心越来越能容纳不确定与恐惧，你的频率越来越明亮，因为真实比表演更有磁性。你会开始感觉，愿望不再像负担，而像呼吸般自然，不再像远方的山峰，而像就在你呼吸里的光。愿你学会练习脆弱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别人看不见，哪怕你自己还怕自己被看见。愿你在那练习里看见自己的力量，愿你在那敞开里感受被宇宙接住的温度，愿你因此知道，显化最深的能量，不是在你强壮无懈可击的那一面，而是在你愿意展示你不一样，你一样，你整个的那一刻。静下来，不是浪费时间，是在为对的机会清空频道。你可能以为静下来是停滞，是没效率，是对梦想的背叛，因为这个社会惯常把忙碌和紧张当作成功的证明，把每一刻都安排满当作能力的象征。某个黄昏，你放下手机，停下脚步，坐在窗边听风声从树梢划过，你望着窗外的光线怎么斜斜地落在地板上，影子被拉长又回缩，那一刻心跳忽然变得柔软，你发现好久没有这样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让自己和世界呼吸同一节奏。你告诉自己，我要做一些事情，才能值得被看见，值得被爱，值得被实现。那种念头常常压得你喘不过气，你努力不让任何机会溜走，努力让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回报。你怕浪费，怕耽误，怕不够，怕落后。但今天你错过的东西，或许正是你太忙碌时无法察觉的提醒，那些低鸣的直觉，心底的渴望，身体的疲惫，眼里尚未说出口的愿望，它们都在静下来后浮现。静下来不是懒惰，不是放弃，不是逃避行动，而是你给生命一片空白，让宇宙的回音能在其中共振，让那些还没被你听见的声音有机会回来。你听见心里那个孩童，我好想被理解，
那个声音轻轻地说：我想要被允许做我自己，哪怕我没有办法一直很强。你感受到身体松开捆绑，肩膀卸下负担，呼吸有了空间流动，情绪有了出口，思绪不再被焦虑拉扯得破碎乱跳。你看到内在的静默其实是一种准备，让愿望在更纯净的频率里发芽。在这样静止的时刻，你会意识到很多自以为不可或缺的行动其实是重复的模式，是你为了符合别人期待而开出的契约，是你为了怕被忽视、怕被遗忘而拼命填满每一刻的空白。但那样的填满，反而让真实的愿望被压得更深，愿望在你的心里流淌，却没地方安放。静下来是你为愿望创造空间的行动，你让心中的渴望能在没有压力、没有评价、没有紧迫的时刻被听见。你不再以效率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，你开始以存在为准则。当你如此静下来，宇宙看见你不再用防卫构筑自己的样子，看见你开始对自己诚实，看见你愿意休息而不是总在忙，看见你愿意等待而不是总在追。那时候，正确的机会不会错过你，它会在你频率对齐的时刻进入，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转变，可能是一封温暖的信件，一段意料之外的对话，一次心灵震动的静默相遇。但你能感觉到那是属于你，本来属于你的机会。你会知道，这条静下来的路，是你为自己重建信任与内在平静的路。所以，亲爱的，静下来吧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你选择聆听，选择让自己的愿望被理解，让时间为你停顿一会，让宇宙有入口进来那些你一直期待却从未真正给予空间的事情。当你静下来的那一刻，你就在为对的机会清空频道，愿望就在那里等你，以你能承接真实的频率降临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